24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广州同来华访问的乌克兰外长库列巴举行会谈，两国外长就中乌关系、乌克兰危机等议题交换了意见。王毅表示，近期俄乌双方都不同程度地发出愿意谈判的信号，虽然条件时机还不成熟，但中方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的努力。王毅表示，中国和乌克兰互为友好国家，两国元首强调要从长远角度看待和谋划两国关系。王毅强调，乌克兰是首批支持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之一。近年来，中国一直是乌克兰最大贸易伙伴和农产品最大出口国。今年上半年，双边贸易额呈现快速增长势头，展现了两国合作的空间和潜力。双方应发挥两国合作机制作用，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中方将继续扩大自乌粮食进口，共同维护物流通道通畅和国际粮食安全。感谢乌方在冲突爆发初期为中国公民，特别是留学生撤离提供的帮助。希望乌方继续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在乌中方人员和机构安全。库列巴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乌中结为战略伙伴，也是重要经贸合作伙伴。乌方支持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将继续坚持一个中国。乌方希望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会谈中，两国外长就乌克兰危机交换了意见。王毅指出，乌克兰危机已经进入第3个年头，冲突还在持续，并存在升级外溢风险。中方始终坚定致力于推动危机政治解决。习近平主席提出4个应该，为此提供了重要遵循。在此基础上，中国还和巴西联合发表了6点共识，涵盖冲突规范3原则、和谈方案3要素、人道保护3关切，以及防止核风险、保障产业链稳定等重要内容，凝聚了国际社会最大公约数，得到广泛响应支持。中方认为，所有冲突的解决最后都要回到谈判桌前，一切争端的化解总要通过政治途径实现。近期，俄乌双方都不同程度地发出愿意谈判的信号，虽然条件时机还不成熟，但我们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的努力，愿意继续为停火止战、恢复和谈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关注乌方人道主义局势，将继续向乌提供人道主义物资援助。库列巴表示，乌方高度赞赏中方为促进和平、维护国际秩序所发挥的积极建设性作用。乌方重视中方的意见，认真研究了中国巴西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6点共识。乌方愿意并准备同俄方开展对话谈判。当然，谈判应是理智和具有实质意义的，旨在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外界注意到，库列巴在访华之前在社交媒体写道，与中国直接交流十分重要。法新社在报道中指出，在美西方宣称中国是俄罗斯国防工业最大支持者的时候，乌克兰派出外长到访中国显得十分微妙。德新社认为，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已经多次在俄乌欧3方进行穿梭外交，是目前世界上就俄乌冲突沟通最为直接、深入的外交官之一。这得益于中国多年来与俄乌双方都保持较好关系。应中方邀请，乌克兰外长库列巴23号起开启为期4天的访华行程，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高级外交官首次受邀访华。今年6月2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见来华访问的波兰总统杜达时曾表示，中方在乌克兰危机上的立场就是努力推动局势降温，努力创造和谈条件。中方反对一些人借口中俄正常贸易转移矛盾，抹黑中国。月初在与专程飞京的欧盟轮值主席国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会谈时，中国元首再度强调，早日停火止战，寻求政治解决，符合各方利益。当前的重点是遵守战场不外溢、战事不升级、各方不拱火3原则，尽快推动局势降温。泽连斯基说过了，能够促进和谈的只有世界上的强国，比如说中国和美国。中国呢，在乌克兰冲突问题上呢，大国当中是唯一采取一个不偏袒任何一方、劝和促谈这么一个立场的一个国家。所以呢，各方对这次访问呢，给予很大的希望，希望呢能够在劝和促谈在世界各国形成共识方面能够起个推动作用。外界还注意到，泽连斯基15号向乌克兰全国发表讲话，建议俄罗斯派代表团参加他希望在今年11月召开的第2次乌克兰和平峰会。
而此前乌克兰议会甚至立法称与俄罗斯谈判属于叛国罪。实际上，就在派出库列巴访华的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被认为释放出3年来最为积极的和谈信号。在被主持人问到是否愿意就停火与俄总统普京谈判时，泽连斯基没有表现出此前的强硬姿态，而是表示，如果一切准备就绪，俄方同意讨论该计划，乌方可以与合作伙伴一起同俄方代表进行谈判。泽连斯基甚至强调，至于谈判对象是不是普京没有区别，但他也表示希望北约继续向俄罗斯施压。It will depend on partners who will put pressure on Russia so that Russia agrees to sit down and think about ending the war. I think that the power of diplomacy can help. 对于泽连斯基的说法，俄罗斯的态度值得玩味。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回应称，乌方表态的含义及所指的计划具体是什么，俄方目前无法做出判断。俄外长拉夫罗夫此前已经就第2次乌克兰和平峰会表态称，反对其中一些对俄方来说不可接受的立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所学术委员盛世良认为，当前俄罗斯占据战场主动，但随着美国大选局面发生变化，乌克兰获得美西方大量援助的可能性急剧降低。下一届美国政府甚至可能通过让乌克兰付出惨重代价来实现停火。而此前所谓的和平会议都缺乏诚意，例如今年6月在瑞士举行的那次。俄罗斯并未参加，巴西、印度、南非、沙特等主要地区大国虽然与会，却也没有加入会议发表的联合公报，显示主流国际社会不想理睬美西方就乌克兰危机的自说自话，也标志着美西方孤立俄罗斯政策的失败。而乌克兰近期呼吁在11月再举行一次和平会议，显示了乌方的紧迫感。双方可能都觉得再打下去很难取得很明显的成果了，很难对自己非常有利了。双方尽管都希望和平，都希望停战，但是呢，诉求正好不一样。另外呢，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也希望尽早结束冲突。现在又面临着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时刻，美国总统的大选啊，所以呢，第2次会议呢，乌克兰希望在11月之前，就是美国大选尘埃落定之前举行。外界认为，本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特朗普的通话，可能让他对美西方态度即将发生的巨变有了更大的心理准备。据报道，特朗普告诉泽连斯基，他如果重返白宫，将在24小时内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随后对媒体抱怨，如果冲突结束的代价是让乌克兰被遗忘，那乌方绝不接受。实际上，特朗普的竞选搭档万斯在乌克兰危机上的立场可能更为强硬，这让泽连斯基在接受采访时显得更加无奈。Maybe he really doesn't understand what goes on in Ukraine. So for us, we have to work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if new team will come, we have to work with them. We need their support. Hard work, I guess. Hard work. Could be hard work to persuade yes, them. but we don't. I mean, we don't afraid of hard work. 那个特朗普跟原先的那个拜登政府立场都有很明显的区别。这个呢，不光对乌克兰的冲突会有一些直接的影响，另外对其他国家的态度也会有直接的影响。关键的一点呢，就是泽连斯基觉得这个特朗普的这个言论后面呢，隐藏着一个希望乌克兰投降这么一个特朗普这个大话放出来以后呢，能不能做到，我是很怀疑的。中乌外长今天在广州会谈3个多小时，重点讨论乌克兰危机。王毅称，俄乌和谈目前条件时机还不成熟。那您对此怎么解读呢？主持人好，中乌外长会谈最重要的信息是，乌克兰准备同俄罗斯开始对话谈判，而中国呢将为俄乌双方停火止战、恢复和谈发挥作用。随着西方对乌克兰支持力度的摇摆，尤其呢是美国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万斯甚至公开地提出要立即切断援助，乌克兰正在重压下改变立场，准备走上谈判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来到中国这样有分量的大国，在广州确认和谈意向，不仅正式，而且会得到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国家的信任。以前呢，俄乌双方说愿意谈判，都是隔空喊话，人们呢不能确定对方发出的和谈意愿是真心还是假意。现在呢，可以确定乌克兰和谈的愿望是真诚的。从王毅外长的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俄乌呢虽然都发出不同程度的愿意谈判的信号，但是条件和时机仍然不成熟，不可能呢在短时间内俄乌双方就能够面对面谈判。而乌克兰外长提出
谈判应该是理智和富有实质意义的，意味着乌方对俄罗斯的谈判意愿与诚意存疑，还有顾虑。希望呢，中国发挥重要的协调作用，能在俄乌走向谈判桌前，先建立一定的信任度，先讨论和谈的原则和议程。根据乌方的说法，中乌外长的会谈持续了3个多小时，比原本计划的时间呢要长。双方进行了非常深入且具体的对话，其中最重要的是讨论和平路径议题，估计呢就是在讨论怎么开谈，到哪里谈，谈哪些问题，希望谈出什么样的结果。中国外交部的新闻稿说，乌方重视中国的意见，认真研究了中国、巴西提出的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6点共识。这似乎意味着俄乌的和平谈判有可能会以中巴6点共识为起点，不断的凝聚和平共识，把和谈的谈判桌呢给支撑起来。我个人认为，中乌外长会谈是乌克兰对第三国正式提出的和谈意愿，显示了比较大的诚意，或许呢会成为俄乌停火停战走向和平的转折点。中国呢也将在俄乌和谈中扮演重要的调停者角色。在乌克兰外长向中国表达和谈意愿几个小时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度喊话要尽快结束战争。那您认为乌克兰正在快速改变立场吗？俄乌局势又将如何演进呢？美国总统拜登退选，不再寻求连任，恐怕呢是乌克兰转变立场的关键事件。俄乌军事冲突说到底呢是美西方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战。乌克兰不过是代理人，而援乌抗俄的关键人物就是拜登。他不仅呢要通过俄乌战争打出自己的地缘战略，打出北约的团结，削弱俄罗斯的实力，而且呢要成为自己竞选连任最重要的外交成绩单。现在呢他退选了，他的既定战略不仅遭到了特朗普的抨击，而且他的继任者哈里斯不一定呢会追随他的援乌抗俄策略。乌克兰呢便开始审时度势，脑筋急转弯了。上周，特朗普被共和党正式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以后，风头正劲，大有压倒拜登的架势，俨然呢是成了美国总统似的。他给泽连斯基打了电话，明确告诉乌克兰总统，他呢要结束这场造成如此多人丧生的战争，为世界带来和平。拜登退选以后，支持乌克兰打仗的大树倒了，泽连斯基呢只能够迅速的调整策略，希望尽快的结束战争。他的社交媒体发文说，我们必须尽快结束战争，以免使人们失去生命。在接受 BBC 采访的时候说，希望在今年年底前结束战争。之后便快速派外长库列巴到中国访问，讨论和谈问题。换句话说呢，随着美国政治风向的变化，乌克兰必须快速的调整策略，才能有可能止损。我个人的估计是，很可能先进行谈判，努力实现停火，以现在的前线为两国分界线，而把乌东四州的主权呢搁置下来，等待以后解决。在年底前实现停火可能性呢还是不太大，能够开始谈起来就很不错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23号在北京会见日本自民党总务会长森山裕，同时，中日外交部门在东京举行4年半以来首次副外长级战略对话。此外，还有多名日本部长级官员和议员陆续访问中国。日本媒体认为，近期美国大选局势突变，日本的外交政策也正在进行调整。王毅表示，中日互为近邻，相互支持、相互理解、相互帮助是邻国正确相处之道。双方早已达成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共识。中国从来不是什么前所未有的战略挑战。期待森山会长及日本各界有识之士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欢迎日本政治家，包括年轻议员常来中国走走看看。王毅就福岛核污染水排海、台湾问题等阐明中方立场和关切。台湾问题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台湾海峡不是政治秀场。田中角荣前首相曾对周恩来总理讲，信为万事之本，日方应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精神，在台湾问题上谨言慎行，确保中日关系的基础不受损、不动摇。森山裕对湖南等地发生洪涝灾害表示慰问，表示时隔6年再次访华，充分感受到中国的快速发展和经济活力。愿继承和发扬老一辈政治家友好传统，按照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加强对华交流，促进互利合作，推动两国战略互惠关系持续发展。
按照日本自民党章程，总务会长仅次于干事长，是自民党行政高层党3翼的第2号人物，其主要职责包括协调、监督和问责自民党议员在国会投票中的立场。日本共同社在报道王毅与森山玉的会见时提及更多细节。森山玉表示，具体落实日中首脑去年11月确认的战略互惠关系不可或缺，强调就各项问题给出确切的进展，在合作领域拿出具体成果至关重要。22号，森山玉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会见时，共同确认了协调早日重启日本自民公明两党和中国共产党定期对话、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的大方向。那么森山玉呢，是日本执政的自民党的一个资深的议员，也是自民党的领导层的成员之一。他这次访华也标志着中日政党交流机制以及执政党交流机制的重启。那么这在当前中日关系面临比较严峻复杂的形势下，其实是有着非常积极的重要的意义的。这也显示出现在日本执政党和岸田政府对于稳定和改善中日关系的一个比较积极的意愿。中方这事实上也是利用这次高层交往的机会，来深入的做日方的工作。值得注意的是，7月22号至23号，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在东京同日本外务事务次官冈野正敬举行中日战略对话，并会见日本外相上川洋子。双方同意推进两国各层级、各领域交往合作。日本媒体称，这是中日两国4年半以来副外长级磋商機制下的首次战略对話。戦略的互恵関係の包括的な推進及び建設的かつ安定的な日中関係の構築を双方の努力で推進していく。日本媒体积极评价中日高层近期密集接触。日本产经新闻报道称，中日两国党纪交往、议会交往、外交高层会见外，日本厚生劳动大臣也时隔数年再次访华。该报认为，中日两国间政治往来逐步重启，直接对话有助强化共同利益、稳定关系，并着手商讨两国间堆积如山的课题。那么这种对话也有助于改善中日之间紧张对立的政治气氛，逐步发挥一个积累的效应，来推动两国政治互信的建立以及国民感情的改善。那么这对于中日关系的长远发展而言是十分有必要的。另一方面，美日安保强化也给中日关系持续造成负面影响。日本内阁会议本月中旬发布2024年版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其中提到中国的军事活动已从第一岛链扩大到第二岛链，还称台海紧张局势存在升级可能。18号，日本海上保安厅和台海巡部门还在日本千叶县防总半岛南端及伊豆大岛附近海域实施联合训练。外界注意到，虽然日本媒体炒作称这是自1972年日本与台当局断绝官方往来后首次联合海上训练，是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说法的具体应对措施，但日本政府却似乎想刻意对此事保持低调，没有发布关于这场训练的消息，还被爆出试图追查信息泄露来源。分析指，日本一方面想加大与台湾地区的合作，以台湾为棋子制衡中国大陆，达成自己的战略目标；另一方面又遮遮掩掩，不想和中方撕破脸，完全走到对立面去。中方对相关训练表示强烈反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9号指出，日方曾就台湾问题向中方作出郑重承诺，包括不搞2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独，这是日本必须遵循的立场和原则。那么作为一个具体的遏华的手段，日方表现出鲜明的以台制华的一个策略的一个取向。日方如果执意不断地采取挑衅踩线的行动，最终也必然会为他的错误的行动付出相应的代价。中日关系改善的一大障碍是美国因素的干扰，但这也导致日本自身利益受损。此前，日本被爆出遭到美国施压，威胁日本收紧对华芯片出口限制，否则将面临美国最严厉的贸易限制措施。消息传出后，日本股市震荡，东京电子等半导体股遭抛售，股价大幅下挫。其后有日本政府消息人士放出风声称，日方不愿执行美国的要求。实际上，中日半导体产业链分工合作程度很深。截至今年3月份，日本已经连续第3个季度至少50%的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到中国。日本日经亚洲报道称，日本政府也担心，一旦扩大出口管制，中方可能会采取报复措施，例如切断关键矿产的供应，而日本对此缺乏充分应对的手段。
美国彭博社指，此时距美国大选仅剩几个月，美国盟友们认为没有必要处处跟随华盛顿，更何况特朗普很可能重返白宫，他是否会延续拜登以小院高墙方式跟中国打芯片战的策略，仍有待观察。那么一方面，日本政府面临来自于美国的压力，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配合美国的政策，以维持美日两国之间的同盟关系。另一方面，日本的半导体行业也有自身的商业利益的一个考虑。实际上，为了应对特朗普重返白宫可能性增高导致的巨变，日本政府已经进行了早期布局。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此前已赴美国拜会特朗普。另一方面，拜登政府继续拉拢岸田政府。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于24号开启超过1周的亚洲之行。28号，布林肯将前往日本参加美日防长及外长2+2会议，落实今年4月美国总统拜登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达成的升级美日军事联盟的协议。布林肯还将参加在东京举行的美日印澳4边机制外长会议。但分析认为，拜登任期只剩下约6个月，目前已经实际上处于与特朗普的影子政府互为对立的状态。相关会议的参与方也会视布林肯的相关拉拢为毕业旅行，未必配合其留下所谓政治遗产。美联社也认为，拜登退选不仅引发美国国内政治混乱，也让美国的盟友发生混乱。日本媒体报道称，日本政府内部越来越担心，在美国11月大选前的3个月里，美日联盟将遭到破坏，美日经贸、防务合作都有可能受到威胁。因此，日本不得不根据美国政局的变化来权衡如何与中国进行对话。特朗普其实是更加倾向于采用更加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强调美国优先。未来如果上台执政，会对中国甚至是对于美国的盟友动用高额关税的工具来挑起新的贸易争端。而美国是中日两国最主要的贸易对象国，中美日3边关系其实是深度交融的。对中日两国来说，在防范特朗普风险上面是有着相近的利益关切和诉求的。王毅在会见日本自民党总务会长时特别告诫，台湾海峡不是政治秀场。那您对此有何观察？为了搭美国车或者是受到美国的保护，日本甚至不惜牺牲和中国以及东亚国家关系来求得和美国强化同盟关系，哪怕是一种依附性的同盟关系。最近呢，特别需要关注的就是日本似乎正在把台海作为一个政治秀场，通过亲美以台制华的这种政治表演来达到自己的上述目的。日本呢，首先是跟随美国弱化一中政策。近年来啊，日本政府也采取了两手策略与言行分裂的方式，在外交场合表态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但在行动上呢，又在提升日台的实质关系。比如最近，他启动这个日台执政党2+2的外交防务对话机制等等，就是在提升日台关系的位阶，强化一种所谓准盟友关系，弱化一个中国政策，使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有所动摇。这和近年来美国政府对华对台政策的调整十分相像。其次呢，就是日本呢想借台湾问题呢以美抗中，在台湾问题上完全追随美国。虽然上述的种种操作始终都是美国在主导，但是日本的主动性、配合度也都在明显的增强。其实啊，从中日关系实际定位以及东亚现实的力量及利益格局来看呢，中日之间互为近邻，我们并没有根本的对立冲突关系。这在 RCEP 等地区合作的体系中，已经在展现可持续的生命力。我们确实应该在涉台问题上啊，就是过去我们主要是关注美国因素的同时，现在我们也要注意日本因素的日益强化。同时呢，在中日构建相处之道的过程当中呢，在关注历史认知等问题的同时呢，也要特别注意台湾问题比重的不断增大，并且始终把中日相处之道的构建和中美相处之道的构建有机地结合起来。最近呢，美国大选引人关注，特别是特朗普要强势回归啊，对日本的刺激很大。当年呢，特朗普上台伊始就退出 TPP 的做法等等，日本难以忘怀，而且充满担忧啊。这当然呢，就为中日改善关系提供了一个机会。可是拜登等在今后的几个月执政期间，他一定会竭力的以不可逆的意图来强化美日以及印太等战略格局。
可是无论是美国选情以及政策如何调整，我们中日作为搬不走的邻居，构建正确的相处之道是势在必行的。美国总统拜登退选后，他的副手哈里斯迅速接棒，并在不到2天的时间里收集到足够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票数。最新民调显示，哈里斯的支持率小幅领先特朗普，这是否意味着他接下来的选情一帆风顺？那么共和党方面迅速将针对拜登的攻击战术改为针对哈里斯，都有哪些新招数？来看报道。23号晚，哈里斯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举行首场竞选活动，在3000多名民主党支持者高喊卡马拉的声音中，哈里斯踩着知名歌手碧昂斯的歌曲《自由》的鼓点走上舞台。媒媒称，民主党方面高度重视哈里斯的竞选首秀，不仅召集了比拜登此前竞选活动更大规模的人群，连背景音乐都是精心选择。碧昂斯这首歌的灵感来自《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而哈里斯也自称有一半的非洲裔美国人血统。So Wisconsin, I am told as of this morning that we have earned the support of enough delegates to secure the Democratic nomination, and in 2024 we will win again. 值得注意的是，威斯康星州作为决定胜负的战场州，是民主、共和两党的必争之地。就在上周，共和党才在密尔沃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全国代表大会，特朗普正式获得提名。而4年前，民主党同样在此地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在密尔沃基发表演讲，是哈里斯今年第5次访问威斯康星州，也是他担任美国副总统以来第9次访问该州。They're going to be making the case that she has a sort of expanded bio here. So one of her aides noted to me that she spent some time living in Wisconsin as a little girl. 哈里斯在演讲中继续对特朗普发起了猛烈攻势，回顾自己曾在加利福尼亚担任检察官的正面经历，与此前不久被判有罪的特朗普形成鲜明对比。他还强调，特朗普是美国历史上首位在刑事案件中被裁定有罪的前总统。Predators who abused women, fraudsters who ripped off consumers, cheaters who broke the rules for their own gain. So hear me when I say, I know Donald Trump's type. 17分钟的首秀演说中，哈里斯重点谈及民主党政府的一系列优先事项。在引发巨大争议的女性堕胎权问题上，哈里斯收获全场最大一次掌声。We'll stop Donald Trump's extreme abortion bans because we trust women to make decisions about their own body and not have their government tell them what to do. 多家美国媒体现场直播了哈里斯的首次竞选集会演讲，舆论普遍认为她活力满满、火力全开，展现出新气象。She's just brilliant. She's just the energy that's coming off of her is the energy that's coming off of the American people. Look, I mean, this is 2008 vibes already. She's done in literally 48 hours things that were considered impossible. She got the nomination. TikTok loves her. She raised more money than anybody. 在哈里斯的演讲结束后，路透社与伊普索合作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哈里斯在全国民调中以44%的支持率领先特朗普的42%的支持率。虽然没有超过3%的误差幅度，但这是近半年来民主党总统参选人首次领先特朗普。另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调查，在年轻选民中，哈里斯以62%对37%的优势大幅领先；在女性选民中，以52%对47%领先特朗普；在非洲裔选民中，更是以76%对21%断层般领先特朗普。When you look at some of the recent polling coming out that shows Harris picking up ground compared with Biden, what you see is that she's picking up support amongst natural Democratic voters. 美国公共广播协会分析了哈里斯的优势所在，认为与特朗普相比，哈里斯具有后发优势，可操作性更高。特朗普已经锁定党内提名，还公布了自己的副手是参议员万斯，可炒作的话题似乎已经到达极限。但哈里斯仍有许多悬念没有揭晓。如果成功运筹帷幄，可以在11月的大选投票日之前争取到更多中间选民。值得注意的是，在拜登宣布退选，哈里斯火速接棒的48小时内，哈里斯的竞选团队就迅速调整策略，首要措施是通过流行文化抢占年轻选民。
英国流行歌手查理 XCX 上月发布了专辑《Brat》，广受好评，在全球排名榜上名列前茅。哈里斯宣布参选后，查理 XCX 在社交平台 X 上发帖称：“卡马拉就是 Brat”， 贴文在仅4小时内获近900万人次浏览。Charlie XCX explained in a TikTok that a brat, that girl who's a little messy, likes to party, and maybe says some dumb things sometimes. Charlie's endorsement of Harris as a brat. Young social media users quickly noticed Charlie's Harris post on X. You think you just fell out of a coconut tree? 哈里斯的竞选团队敏锐地发现了这个词条，并进一步为哈里斯打造直率酷女孩人设，剪辑了不少哈里斯跳舞、谈笑的短片。甚至卫视注意到，哈里斯甚至改变了竞选账号的主色调。2天前，其页面还是维持了拜登时期的民主党传统蓝色，但就在过去24小时内，页面改为了 Brat 专辑的青柠绿色和低调文字风格。支持者们还迅速制作了 T 恤衫等相关周边。哈里斯的扶正也改变了美国选民对本次大选沦为老人对决的刻板印象。英国广播公司指出，年轻人对之前拜登与特朗普2位老人之间的选战没有太大兴趣。哈里斯顺势迅速把网络热潮转化成选票，但美国媒体同时提醒，哈里斯最近2天人气飙升，是因为他仍处在民调蜜月期。此前在辩论中表现糟糕的拜登的突然退选和他的新鲜亮相，能够持续带来多少热度，值得持续观察。美国政治新闻网称，哈里斯如今面临2大问题：首先，他作为副总统，仍要承受民主党政府表现不利的负面影响。全球经济分析公司 BCA Research 首席地缘政治战略师格特肯表示，民主党在今年的选举中举步维艰的原因，不只是拜登自身的表现问题，就业市场疲软、失业率上升本身就是削弱了民主党的支持基础。而接下来的4个月里，经济更有可能放缓，而不是加速。I think we need better options, personally. I'm not a fan of Trump. I'm not a fan of Biden. I'm not a fan of Harris. 另一个值得民主党警惕的信号是，在目前所有的民调中，特朗普仍在7个摇摆州领先哈里斯。观察指，哈里斯想要争取这些关键选民的支持，就要挨个突破，在具体政策方面有所阐释，尤其是要回应摇摆州高度关注的经济、移民和边境管控问题。分析指出，对于哈里斯而言，移民和边境问题并非让其加分的选项，因为拜登执政期间糟糕的边境政策以及哈里斯本人在期间的表现，都招致了各方批评。基于哈里斯的弱点，他需要选择一位能够补齐短板的副手，但目前这个人是谁尚不明朗。这个女性少数族裔这样的一个双重的政治底色，一方面给他带来了加分，但另一方面也可能会导致他会疏远更多的这个中间选民、温和派选民。哈里斯这样一个身份，是不太有利于民主党在决定今年大选结果的那几个关键摇摆州的选情的，因为哈里斯这样的政治立场和他的这个身份，其实不太符合这个白人劳工阶层他们的价值观的所以我想接下来哈里斯还是会面临很多的挑战。目前在民主党内呼声最高的人选包括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夏皮罗、北卡罗来纳州州长库珀以及亚利桑那州联邦参议员凯利。值得一提的是，3人都来自摇摆州。夏皮罗所在的宾夕法尼亚州是近期特朗普在演讲期间发生暗杀未遂事件的地方，而北卡罗来纳州是一个倾向于共和党的摇摆州。该州州长库珀颇受欢迎，已经是第2度连任。如果成为哈里斯的竞选伙伴，库珀可以帮助他确保该州的选情。民主党人也希望该州自2008年以来可以首次转向民主党。亚利桑那州联邦参议员凯利曾任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宇航员和海军战斗机飞行员。凯利的部队背景让其与其他人的较量中更胜一筹。Mark Kelly has national name recognition and is well liked by Democratic Party elites. The Arizona senator is the husband of former Representative Gabrielle Giffords, who was seriously injured in a shooting in 2011. Gun violence is a major campaign issue for Democrats. 面对哈里斯和民主党阵营来势汹汹，在首场辩论中被认为大获全胜的特朗普，首先想到的就是与哈里斯辩论，他也下战书。If Kamala Harris does end up being the Democrats' nominee, will you commit to debating her at least one time? I would be willing to do more than one debate, actually.
据报道，哈里斯突然窜红，让特朗普团队十分紧张。美联社爆料称，共和党内部这2天正连续开闭门会议，有领导人呼吁保持冷静，并建议特朗普对待哈里斯要谨慎。美联社称，特朗普过去曾多次按捺不住对女性发起尖锐的人身攻击。从前，福克斯新闻主持人梅根·凯利到他2016年初选的对手菲奥丽娜，再到纽约州总检察长詹姆斯，这严重损害了他在女性选民当中的支持度。值得注意的是，共和党目前对哈里斯的攻击主要集中在竞选资金方面。特朗普的团队向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投诉，称民主党把拜登的9600万美元的竞选活动资金转给哈里斯违法。但许多竞选财务专家指出，这种转移实际上符合规则。这也显示，哈里斯24小时内吸金8100万美元的巨大能量，已经让特朗普团队感受到威胁。美媒认为，特朗普未来可能将打边境牌。支持他执政时期建立起的美墨边境墙的选民大有人在，而拜登上任后叫停这一工程，并曾派出哈里斯访问美墨边境。当时媒体对他的那次访问评价不高。此外，共和党方面还在加紧挖掘他在加州担任检察官的记录，试图将他描绘成对犯罪态度软弱的人。拜登退选后，哈里斯现在选情看涨，人财两旺。那您觉得他对阵特朗普有胜算吗？由于拜登退选过于迟缓，哈里斯就成为了民主党内不得已的一个候选人选择。他和拜登或者是特朗普相比呢，有明显的弱点。比如说，第一，就是人们一直诟病的他缺乏行政任职的经验。而美国呢，现在正处于明显的治理赤字的困境之中。如果不是一个很有行政经验和手段的人呢，明显和现在美国内政外交的需求是不相适应的。第二呢，就是哈里斯的观点和形象过于左倾了，甚至比拜登还左这对于争取中间选民呢还是不利的。因为现在民主共和两党呢，由于极端的对抗所以选票呈现了一个刚性结构的特征，各自呢都拥有大概46%到48%的这个选民的支持，而中间的4%到8%的这个摇摆选民就成了微妙的决定胜负的因素。第三呢，就是哈里斯来自于加州，而加州并不是摇摆州，这在选情焦灼的这个情势下明显就不利于民主党的选情了。而且呢，民主党里有一个很有号召力的这个加州州长这个纽森，则可能会因为哈里斯出山呢而丧失掉更上一层楼来竞选正副总统的机会，这也算是一个负面因素。那么在您看来，哈里斯相比特朗普有哪些优势呢？我们必须还要看到，哈里斯和拜登或者是特朗普相比呢，也有明显的优势。第一就是年轻了，这是不言而喻的这次美国大选在选民当中有一个超党派的共同担忧，就是参选人的岁数太大了。而哈里斯呢，占了这个优势，他一下子就扭转了特拜竞争模式当中民主党的劣势，反而占据了优势。所有特朗普几天前调侃拜登老迈年高的这些话一下子就可以回赠给特朗普了。第二呢，就是哈里斯少数族裔的这个出身，以及在移民难民等相关政策上的背景，这对于白人至上的特朗普来说呢，可以说是针锋相对第三呢，哈里斯是女性，而且坚持争取女性权益的一系列主张，这当然就会反衬出特朗普歧视女性的一些负面的习性特征。第四呢，就是他从事检察官工作的经历和特朗普的官司缠身形成了一个相对对他有利的一个对照效果。第五，就是哈里斯作为现任的副总统而且呢还有100多天的任职，他有一定的体验做实习总统的难得机会。如果拜登近期因为各种综合压力不仅退选，而且还选择退职的话呢，那哈里斯就可能会成为美国历史上第9位直接由副转正的总统。第六呢，就是哈里斯接替拜登出马前民主党的这个选举基点过低，所以呢就会给哈里斯一个比较大的反弹空间。这几十个小时，他的民调急速攀升，甚至有超过特朗普的势头，这是选战开打以来很少见的。尽管选情还会有一些起伏翻转等等，
但至少表明特朗普也不是不可战胜的，哈里斯会取得一些比他出山前更多的机会。214金门恶性撞船事件延宕至今已超过5个月，遇难者家属仍未等到台湾方面的道歉和赔偿，甚至连2位遇难大陆渔民的遗体都依然被扣押在金门，无法入土为安。据报，两岸原定24号在金门就事件进行协商，但遭遇台风影响而被迫改期。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当天回应表示，目前正就此进行沟通，希望能妥善协商解决相关问题。我想大家应该已经看到公告，就是受今年第3号台风格美的影响，7月24日5通客运码头下金航线全天停航。我们希望就此呢保持沟通，妥善解决相关的事宜。今年2月14号，台海巡部门在金门县北定东0.5里海域执行巡逻勤务，发现一艘大陆籍快艇所谓越界作业，之后对该大陆船只进行追击，并导致其翻覆。事故导致船上4人落海，后被全数救起，其中2人生还，另2人送医抢救后不治。当月20号，泉州市红十字会等派人陪同6位船员家属抵达金门处理相关善后事宜，包括确认遇难船员身份，并接回2名生还人员。台湾方面以粗暴和危险方式对待大陆渔民，导致渔船翻覆，人员死伤。但事件发生以来，大陆和台湾之间进行多轮闭门协商，依然未能达成共识。2位遇难大陆渔民的遗体依然被扣押在金门，无法入土为安。这种对待逝者的不敬，不仅令遇难者家属心碎，更是对两岸关系的严重伤害。国台办连月以来多次强调，214恶性撞船事件善后迟迟未能得到解决，根本原因是民进党当局相关部门出尔反尔，推卸责任，给善后协商设置障碍。台湾有关方面只有正视问题，满足家属要求真相、道歉、纠责、赔偿等合理诉求，事件才能得到妥善解决。台湾方面陆委会23号发声明指，有关214金门事件，双方商定于24号在金门后续讨论。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此次协商原本预定将遇难者遗体和船只送回大陆，大陆原定派海协会有关人士参加，双方将签署一份协议，包含事件原委描述、赔偿金额、道歉方式等。据报道，台湾方面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也已经到达金门。有台媒记者在24号的国台办记者会就此询问，这是否算两岸官方初步恢复谈判？只要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回到9·2共识的政治基础上来，两岸对话交往才不存在障碍。214金门恶性撞船事件发生后，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表示，福建海警局将加强海上执法力量，在下金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行动，进一步维护有关海域作业秩序，维护渔民生命财产安全。此后，福建海警多次组织舰艇编队在金门附近海域开展执法巡查。巡查期间，海警舰艇采取编队航行、识别查证、警戒护渔、喊话警告等措施，加强重点海域执法巡查。近日，有个别岛内媒体报道称，大陆海警所谓双标执法，威胁、恐吓并驱赶台湾渔船，对大陆3无渔船却视而不见。朱凤莲强调，有关报道完全歪曲事实，别有用心。目前呢，正处于伏季休渔期，海警部门依法执法，维护相关海域渔业生产安全、海洋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事实上，真正挑动两岸对立、破坏两岸民间交流的，正是民进党当局。台湾赴大陆旅游禁团令6月生效，中国国民党及民众党本月16号提议解除组团赴大陆观光之限制，并优先开放大陆观光客寻小三通、赴金马棚等外岛旅游观光。蓝白联手以60票赞成碾压绿营48票反对，台立法机构通过此项决议，这原本给了因阻碍岛内民众组团赴大陆旅游而不得人心的民进党一个台阶下，但陆委会回应称，尊重决议却不遵守，妄图将禁团令存在障碍的责任甩锅给大陆。近期，岛内民意代表机构通过了解除禁团令的相关决议，但民进党当局仍然推卸责任，妄图继续给两岸交流制造障碍，甚至将台湾旅游业和期盼赴大陆旅游的普通民众当成人质要挟大陆，开出解禁条件，激起舆论批评。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答深圳卫视记者提问时表示，民进党当局罔顾民意和岛内业界诉求，迟迟不解除禁团令，是在粗暴剥夺台湾民众的正当权益，严重侵害台湾旅游业界的利益。
上月，大陆方面发布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的司法文件，并清晰阐明，针对的是极少数涉毒言行恶劣、谋独活动猖獗的台独顽固分子，不针对不涉及广大台湾同胞。但民进党当局恶意炒作，故意将广大台湾民众与台独顽固分子混为一谈。台湾方面陆委会上月还提升赴大陆及港澳地区旅游警示为橙色，宣称建议民众避免非必要赴大陆及港澳地区旅行。深圳卫视注意到，岛内知名网络博主韩国人本月13号发布了一段在桃园机场搭机到上海候机时被陆委会人员征询填写相关信息的视频。这是陆委会的，对，我们是陆委会来做宣导。好。然后我最傻眼是他要我们填一个紧急联络人的这个资讯，也就是让不知道的人感觉好像今天去大陆是一件很可怕的。面对舆论批评，台陆委会却甩锅给外包人员，宣称当时没有派公务人员到机场。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还说，这是自愿性质的。台陆委会还发动文宣机器网暴韩国人，相关视频甚至被社交平台打上不实资讯标签。对此，韩国人22号再发视频予以驳斥，又在扭曲我的影片，太可怕了吧，各位！所以最后你看看这些人呐，无所不用其极啊，完全避重就轻我们讲的话。在24号的国台办记者会上，发言人朱凤莲对此回应称，民进党当局这种做法完全是政治操作，以各种借口通过各种方式干扰阻挠两岸交流。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害怕两岸同胞走近走亲，害怕台湾民众了解大陆的真实情况，害怕其精心编造谎言被戳穿。来过大陆的台湾民众都非常的清楚，大陆完全不存在所谓的旅行风险。民进党当局恐吓民众的伎俩是唬不了人，也拦不住人，只会加大民众对绿色恐怖的反感和反对。实际上，岛内民众赴大陆旅游热情持续高涨。据台交通主管部门统计，今年1月起今，台湾赴大陆旅游观光的人数已超过100万。本月中旬举行的2024海峡两岸台北夏季旅展，吸引大陆12个省份的文化和旅游部门及企业共155人参展，4天吸引28.2万人次进场。台湾《中国时报》报道中提到，许多民众对大陆旅游很有兴趣，不少人直接向大陆方面参展人员询问当地旅行社联系方式，你抵达后才报团。还有岛内旅游业界人士表示，尽管民进党当局近日提升民众赴大陆旅游警示至橙色灯号，但桃园机场、松山机场暑期以来，每天飞大陆的航班都是客满状态。退出竞选连任后的拜登承受的压力丝毫未减轻。当地时间7月23号，因感染新冠，在家里自我隔离了1周后，拜登首次出现在公众视野。虽然美国媒体形容拜登看上去比以前更好，但围绕他的健康问题，包括特朗普、万斯在内的共和党人迅速发起政治攻势，要求拜登立即辞职。How are you feeling since you dropped out of the race, sir? How are you feeling about Harris's campaign? Can Harris beat Trump? 7月23号，美国总统拜登在特拉华州多福空军基地登上空军1号，这是他自17号再次确诊新冠以来首次公开露面。视频显示，面对蜂拥而至的媒体，拜登一手拿着口罩，对于记者的连续发问，拜登并未回应。随后，拜登小心翼翼、步伐稳健地走上飞机舷梯，并向围观者竖起大拇指。美国媒体也将焦点放在了拜登当天上下飞机的步伐上，认为他的状态看上去比新冠再次确诊前要好很多。He didn't talk to reporters, but we saw him moving slowly. It'll be interesting to see how he does tomorrow night, Elizabeth. 不过，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临床医学教授马克·西格尔则表示，从拜登走楼梯的样子看，他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走路上。由于拜登确诊新冠后持续数日未有露面，仅于21号在社交网络账号发文宣布退选。各社交网络上各种阴谋论甚嚣尘上，有关拜登病危的传言迅速流传。期间，国会大厦降半旗，还引发美国舆论怀疑拜登已经去世，后来被证实是虚惊一场。国会大厦是为上周去世的一位资深议员降半旗致哀。按照惯例，拜登的私人医生凯文·奥康纳在拜登复工之前公布了有关其健康状况的说明。他表示，拜登最近一次新冠病毒检测结果为阴性，轻微症状已经几乎完全消失。
但凯文·奥康纳的说法无法打消外界的疑虑。期间有美国媒体再次炒作，自去年夏天以来，一名阿尔兹海默症顶级专家8次进入白宫的消息。Is anyone in the White House hiding information about the president's health? Is he disabled? Is the president disabled? No. Does President Biden have Alzheimer's? Any form of dementia? It's a no. 根据日程安排，当地时间24号晚，拜登将在白宫椭圆办公室发表全国讲话，主题是其退选后的安排。I've got 6 months left in my presidency. I'm determined to get as much done as I possibly can, both foreign policy and domestic policy. 事实上，拜登年迈的身体状况长期以来都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也成为共和党主要的攻击目标。无论是在飞机舷梯上摔倒后爬起又摔倒，在演讲后重重摔倒在地，以及在重要场合的严重口误。Ladies and gentlemen, President Putin. President Putin. We're going to beat President Putin. President Zelensky. I wouldn't have picked Vice President Trump to be vice president, but I think she was not qualified to be president. 美国媒体分析指出，抛开此前与特朗普的首场辩论中的灾难级表现，以及后来的特朗普遭枪击事件外，拜登的健康问题才是导致他被民主党内部逼宫的最大原因。而24号这场全球瞩目的记者会上，拜登除了答疑解惑，更重要的是其能否对外展现健康状况能够支撑其继续执政。那么首先呢，他还是要想办法啊，跟其他总统一样，留下他的个人的这个政治的遗产。但另一方面呢，他又不能像其他即将卸任总统那么任性啊，因为这个毕竟他的这个副手啊要代替他来竞选总统啊，包括怎么样能够确保经济呢继续维持平稳。自拜登宣布退选后，特朗普于22号公开质问副总统哈里斯，必须回答这个问题：拜登是否适合在未来6个月里继续管控这个国家？与此同时，其他共和党人也迅速发起猛烈攻势，强烈要求拜登立即辞职。I think that moves away, especially next week. You probably don't talk about him. People start thinking about him differently. And the main focus of Joe Biden was what I've talked about for the last year. He's just not the same person. It wasn't till the debate till the rest of America saw it. And that's when you started to collapse. 至于拜登接下来还有哪些工作要做，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即将启程前往亚洲访问前表示，拜登接下来6个月将聚焦中东、俄乌、印太等方面的问题。It has been and it remains the honor and privilege of my lifetime to work for President Biden. I've been working for him now for more than 22 years. 拜登预计当地时间25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这次会谈将是拜登宣布退选后首次与外国领导人会面。此外，副总统哈里斯也将单独与内塔尼亚胡会面。另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于23号在其自创的社交平台真相社交上预告称，他将于26号在佛罗里达州会见内塔尼亚胡。此前，特朗普还以总统姿态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电话。在整个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包括特朗普的演讲，都传递出一种他好像已经胜券在握的这样一个印象。所以呢，确实美国的盟友接下来就要思考特朗普在安全上会不会背弃他的盟友。